庄老三无足轻重，关键是那庄老爷子这块金字招牌，还有他的一身厨艺，还有他在餐饮界的影响力。是老范，可我就不明白了，就这么一个小菜馆，值得您上这么大心吗？你懂什么呀？进军餐饮业，我已经想了不止1年2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没动手吗？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像庄老爷子这样的人。进军餐饮业，靠的是实打实的本事。你的菜做得好，做得绝，那就有人来；反之，你菜做不好，没人来，你投多少钱都打水漂。您说的太对了，庄老爷子觉得是一块稀缺的产品。他不但有一身厨艺，而且他思想很新，眼光又高，定位又准，再加上他是餐饮业的一面旗帜。有了他，我们就像抱了一棵摇钱树，我们就有巨大的发展。餐饮公司上市可一大把呀。老范，我真佩服你。要不您怎么挣大钱呢？您要不跟我提这醒，我绝对想不起来我身边还有这么一老宝贝儿。东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但凡有本事的人，那脾气都大，性格都古怪，难伺候。你呢，一定要把这事办好。我给你4个字儿，您说。志在必得。得嘞，必须拿下。老爷子一句话，把咱搁这儿了，非说这宅门菜不能这么做，不能这么做，那还谈什么发展呢？都什么年月了，脑筋太僵化。可是呢，这饭馆叫庄家菜，老爷子不同意，我们说什么都没用啊。要听我的，他爱同意不同意，反正他要回家了。饭馆的经营，咱俩说了算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文居这孩子就不是当学霸的料，这要在国内上学，不把咱俩急死啊？万一将来出国上大学呢，不得要钱吗？不多攒点钱，将来够花吗？东子不也说了吗？他学问的地方全是好位置，比咱这小胡同里强吧？这开个大酒楼，也有面子啊。我觉得客人多，挣钱快最重要，其他的全扯淡。你是想的挺美的，这跟东业合作，我们能多赚一点，你也能掺和，是吧？可还是那句话，老爷子不同意，谁说都白搭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其实，我觉得吧，这不管赚多赚少，现在文居不管去哪儿上学，我们钱都够呀，是不是？人要知足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，啊。你呀，头发长见识短。我头发不长。真的？是呀，我爸已经正式和那刘芬阿姨分手了，而且我觉得他有想跟您复婚的这个念头，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就看你们了。我就知道你爸跟他呀根本就不可能。您这事后诸葛亮呀，当初听说他们俩好的时候，瞧给您气的，心脏病都犯了。那可不是，我那时候乍一听你爸有相好的了，我当然不高兴了。但是后来呀，我见到刘芬那一天，我就知道你爸跟他呀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他们俩就不是一路的人。你爸喜欢他也是一时心血来潮，你看后来
我根本就不理他们了，我也不给他们捣乱了，我臊着他们，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，他俩会分开的。这不，我等到了，啊！哎呀，厉害，老谋深算。看来我爸这辈子呀，是别想逃出您的手掌心了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，你妈我是谁？那下一步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沉住气。我想过不了几天，你爸呀就会找上门来。不会吧？我爸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走着瞧吧。怎么个意思啊？有钱都不挣，你们老爷子什么路子呀？你家老头啊，对你这印象一直不大好，这都怪你以前干事不靠谱。一听说咱俩在一块儿捣鼓事儿，直接否了。我一猜你们老爷子就是因为这个。再说了，庄稼菜这块牌子用的是他的名儿，那就是他的面子了。他怕这饭店规模大了，质量保证不了，再降低了私房菜的特色和档次，别回头再把他牌子砸了。他是担心这个。你这不一分钱也没投呢吗？又不吃亏，开不了庄稼菜、张家菜、李家菜、东家菜，什么菜不行啊？庄稼菜这事儿，拉倒吧。拉倒，别介呀！我实话跟你说啊，我们丁老板吃了这个庄稼菜以后啊，特别有信心要跟这老爷子合作的。你说可惜了，这老爷子不同意，这太遗憾了。我比你还遗憾呢。就凭老爷子那秉性，成了这个名厨了，牛了一辈子，特拿自己那牌子当回事儿了。我还就不信我说服不了他了。还不死心啊？这么着啊，斌子，老爷子同意不同意，咱先不说，你只要把老爷子先请出来，看看我给找那地儿再说。都一口回绝了，能跟你出去看地儿啊？你把我给找那地界一跟他说，保不齐老爷子俺没准就去看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这庄稼菜想开在哪儿啊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嘿，这地儿你熟，北河沿银锭桥边上青云楼。青云楼啊？庆云楼。对呀，东子说了，跟他们合作的庄稼菜门脸就是青云楼。他说的这是真的？当然真的，人家还约您明儿个去青云楼看地儿呢。您倒给个回话啊，去不去啊？您要不去，我就给回了。哎，老炮子，明儿你陪我溜达溜达。您还是自个儿去吧。庆云楼？不会吧？怎么了你们都？怎么一听青云楼仨字全这反应？我知道庆云楼这些年生意不好，换了好几个老板，但那毕竟是庆云楼。东岳他们有这么大实力吗？他不行，他们老板行啊。我听说，那是一房地产的大老板，哪一庆云楼还不小菜一碟啊？那倒是。哎，你今儿没看见，俺老爷子一听说饭馆开在庆云楼，眼珠子差点掉下来了。二话不说，答应东爷明天看店。还是东岳有办法。就甭说他了，反正老头这回是动了真心。芬儿啊，
你要能把咱们庄稼菜发扬光大，我比什么都高兴。你是高兴了，我心里不踏实。有什么不踏实的？我们那小饭馆才刚开没多久，好不容易踏实下来了，你现在要做这么大的青云楼，我心里二乎。哎呀，有我在呢，二乎什么呀？我家走吧。花豆还没一撇呢，你先着急呀？就你有本事。回去看看吧。多漂亮！这环境啊，这什刹海，勾起我多少回忆！老爷子，看看，就这儿。哎，我说东子啊，人家买卖干得好好的，你真给拿过来了？感情，那还用说吗？我们老板早就琢磨着想跟您合作这庄稼菜，嘿，没有什么地界比这儿更合适的了。您搂搂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够有面了吧？出来，到里边搂搂。对，等点儿。嗯，好点，有年头了，有年头喽，小200年了。哎呀，装上这样的灯，是不是显得时髦啊？里边看看。哎，什刹海，哎，靠着水边，美，有水就有财。没错。哎呀，庆云楼，哎，就这楼啊，是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道光年间建的8大楼的第1楼，是吧？北京的这个最早的鲁菜馆，是吧？那时候啊，什么瑞亲王、恭亲王、庆亲王，还有定国公、安国公、武定侯，那都是这儿的常客。这儿的菜呀，跟我们家的菜啊，应该是一样，都是从传统菜啊变过来的。3不沾、醋椒鱼、葱烧海参啊、糟溜鱼片、九转大肠啊，那都是这儿的名菜。嘿，老爷子，感情您对这庆云楼这点事儿，整个一门清啊！我爸别的不懂，要说北京城名馆子名菜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老爷子，怎么着？您就说这环境、这地界，够不够开这个庄稼菜的档次？我也是好几年没来了，这给装修成这样啊，倒是比以前气派了，讲究了，是吧？那您的意思是？哎呀，大了点儿。要说开私家菜呀，还是不大合适啊。爸，这你还不满意啊？就是，这儿的租金便宜不了啊。我说东子啊，你要是不怕被淹着，我敢跟你跳这河。得嘞。你这就改主意了，愿意跟东子合作了？哎呀，我呀，倒是听说了，庆云楼那馆子生意不太景气，要转手。可我没想到啊，哎，东子把庆云楼给拿下。哎，我说老婆子，这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！在咱们老北京8大楼的第1楼开咱们的庄稼菜，哎，这是8辈子积大德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太真呢？
你不是说你这私家菜的地方不能太大吗？要是看看现在的餐饮业呀，私家菜呀，的确是有各种做法。我这也是与时俱进嘛。一听说是庆云楼，就活泛上了。妈，你想想，北京最有名的八大楼，咱家占一楼，这庄稼菜要开到这地步，那庄家的祖坟上都得冒青烟了。别看我爸蹦着，他心里头翻江倒海的。那倒是，本来就爱逞能，庄稼菜做起来都露一大脸。这回再把他的匾挂到庆云楼上去，让老街坊们瞧着，真够有面子的。首先就得把老噱头给惊着。我看他在练拳的时候还敢小看我。爸妈，咱们先别想着露脸的事儿，咱每天从那儿过，那楼上开饭馆，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咱家也不出钱，咱爸也想试试。哎，你还不相信爸的能耐呀？爸说行，一准行。我总瞧着爸像一时冲动啊。冲动？开个馆子我还用得着冲动啊？呀，爸，之前是您说的，私家菜就得开在小院里，我道行还浅，支撑不了这么大的买卖。那庆云楼是我们这片租金最高的馆子了，也不知道这东子怎么想的，把那交给我，我万一做砸了呢？万一赔的底儿掉呢？凤儿，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！当初接醉八仙的时候，你胆儿多大呀？多有追求啊！能一样吗？凤儿担心不多余，我也觉得这件事儿不大对劲儿。那东子猴精一小子啊，这么风险的事儿，他也敢干？东子是不敢，他们老板出钱，还得丁老板走南闯北的，什么好吃的没吃过，在咱庄稼菜吃饭，给吃傻了，直夸咱们的手艺好，水平高，所以要跟咱们合作。是吗？对，小东子的确长进不小啊。以前呢，我看不上他，那都是老眼光了。就凭他能动脑子动到庆云楼上，将来呀，一定能发财。爸，您决定了没有？您要决定，我就推进了。我争取下礼拜把合作协议给签了。你告诉东子，将来我聘的厨子都便宜不了啊，这钱呢，他得给我打出来。嘿，每句话都在点儿上，放心吧你。我说东爷，您谈那经营场所，那可不是庆云楼啊！您把那庄老爷子扶那儿去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，您这瞎话也忒大了。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咱们老板跟我下了死命令了，说必须要跟庄家达成合作。可这庄老爷那倔脾气，谁能说得动啊？我这不是也是没招了，想出这么一主意吗？可是东爷，这庆云楼您根本拿不下来呀，人家老板也不可能出手，是不是？您编这么一筐，您骗得了几天？到时候咱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好在老爷子现在点了头了。你没看那天我带老爷子往这庆云楼上一站，我旁边一扇火，好家伙，这老爷子美的找不着北了。我赶紧趁热打铁，趁他没醒过团呢，让他们先把这合同签了。只要这合同一签，钱一到手，后悔的来不及。不是哥，您这不是坑人吗？坑人？哎，爽，咱们冒这么大风险，投入这么大的钱，为他们庄稼闯牌子，怎么坑人了？再说了，哎，我在朝阳给找那门脸，除了比庆云楼离他们家远点，哪一点比那次了？我说东爷，您就不怕到时候这庄老三犯浑，跟您翻脸啊？翻脸？他偷着乐还来不及呢。
问题是咱们老板跟我说了，志在必得，豁出去了，爱谁谁。得嘞，哥，祝咱俩好运吧。啊，你的。份儿上我告诉你们俩啊，这分红只能分那么多。啊，一人2万。哎呀，这苦都让凤儿吃了，拿着还挺不好意思的。真说咱俩这么大的股东，你这钱分的忒少点吧，2万块钱。你还不知足？哥，做人不能太贪了。是。要说投钱最多的是志斌跟凤儿，他们2口子可最辛苦了。按理说，他们是应该多分点儿。对。现在啊，就不是分红的时候，成天唠叨分红，你也真好意思。他这么大脸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饭馆刚刚起步，等庆云楼的买卖做起来了啊，到时候那分红才值得一分呢。哦，那我这钱就不拿了，当我继续的股权。去拿走，让你入股，我肠子都会青。那这钱我就拿着了啊。哎，老妈，我晚上就不在家吃饭了啊。你上哪儿吃去？干嘛去呀？有饭辙。行，谢谢阿 Sir。有点钱就耍是吧？再来条鱼，红烧啊，红烧的香。先生，你要什么鱼？鲤鱼、鲢鱼、黄花鱼还是鲈鱼？当然鲈鱼啊，2斤以上的啊。还得来个虾。就这个，芙蓉虾球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哎，小小，妈说的话你别忘了啊，放心。小小，就这饭馆啊，随随便便就得好几百，哪有你爷爷做的菜好吃啊？啊，你还天天外头搓，要是我早就吃腻了。对，还真是。上个星期啊，你爷爷给我们炖了一锅小黄鱼，放了好多大蒜瓣，哎呦，那味儿窜的。但是我爷爷吧，做那小黄鱼再好吃，也没有他那红烧肉好吃。可是他嫌麻烦，都不给我做了。哎，前天你爷爷一高兴，就给我们炖了一锅，那待位，哎呦，是馋猫一样，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哎，知道你爷爷为什么高兴吗？你那不着调的三叔，这次终于给你爷爷办了件好事儿，把庆云楼给盘过来了。今后咱们的庄稼菜，哎，就在庆云楼做了。哎，你爸大股东。什么？哎，你那意思是庆云楼以后就是你们家的饭馆了？那是。这是真的吗？哎，你要不信，回去问你爷爷去。嘿，哎，也就是说，你爸今后不差钱了。小小，你不是一直想买辆车吗？这得听爸的，10万之内的呀，不要考虑。便宜的车不安全，怎么着？10万左右。哎，既安全，开出去又有面儿。等会儿，怎么着？这15万你给我出？小意思。哎，看着，这是今天你爸分的红，2万块。哎，嘿嘿。哟，我说您怎么这么大方呢？感情这样。哎呦，就分了2万块，就到我这儿来炫富来了，真是可笑。哎呦，谁敢在您富婆面前炫富？我也就是今天高兴，说出来让你们跟着我高兴高兴。是啊，自从离婚以后啊，咱们
一家3口坐在一块吃饭，真的是很难得。可不是吗？委屈小小这丫头了，就因为咱们俩从小就让孩子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所以说今后这种活动啊，一定得多多组织。我没意见。我更没意见。小小，经理找你。经理找我，什么事儿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看一下。经理，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。什么挺好的呀？学的挺好的。那儿拿来吧。什么呀？装什么糊涂？忘了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学习总结呢？哟，完！哟，天哪，经理，这事我怎么给忘得死死的呀？庄小小，除了吃，你还记得个什么呀？别生气，经理，这样，明天一早我肯定给您拿来。明儿一早学习总结不搁我桌上，您就自个儿收拾东西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什么？老爷子答应了？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庆云楼都姓庄了，还能不答应？行，这事儿咱得庆祝一下。从以后开始啊，您就是京城餐饮界有一号的人物了。争取吧。东子真把庆云楼盘下来了，比珍珠还真呢。合同你看见了？合同？那没看。那地方我们家老爷子上下都考察过了，修改方案都出了，这不能有假吧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这么悬呀？你说再问问，别到了后期有什么闪失，对吧？不是顺子，你怎么就不能盼我点好呢？我这不是为你好才为你想的吗？提醒你一下，怎么了？行了，你收获你的好心吧啊！还不知道你这叫羡慕嫉妒恨。你猴子啊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？老把我拉到这儿来，外边这么多酒吧呢，非到这儿来听他在这儿白话。走，换地儿。不是，就这，我照顾谁生意，我也不照顾他。你快走，快走！你以后别带他来了，您走，赶快走。不是，你这个走吧。你给我等着赶路人，你们这还不知好歹了都。你们俩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事关本小姐的生计。哎，你俩一定得帮我写这总结。小小，我说你这是满嘴胡沁，骗你们经理说上学习班去了，哪有这么个学习班？你让我写什么呀？那我不管，那你学广告的，那你就随便写呗，你给我糊弄过去就行。真不是我见死不救，这活我真干不了。主要是我这水平比你高的不是一个档次，我要是写了，你们经理绝对能看出来这出自专业人士之手，不可能是你写的呀。你叫我写，那不是帮你，那是在害你。你这话说的我挺不爱听的，但倒也没毛病。哎，你让美月写，她那水平跟你差不多。你让她写，她还不如我自个儿写呢。你让我写，我还没那功夫呢。哎呦，我这急死了！你俩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？急什么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怎么？你有办法？这你就别问了。晚上阁楼酒吧见。嘿，哎，你还卖上关子呀？嘿。
在庆云楼开庄稼菜这事儿不靠谱。我呢给庆云楼老板打了一电话，他跟我说东子头些天啊去找过他，想把庆云楼给盘下来，但人庆云楼生意好，老板没同意啊，把东子轰出去了。哎，这没影的事儿，这东子也敢胡说八道呢？他呀就是趁着这老板这几天不在北京，就引着你们家老爷子上庆云楼，这窜玩的真够狠的。老爷子都给他骗了，真够火。不，这事儿啊，我可跟斌子说过，让他离东子远点。斌子不听我的呀，还吵着说我见不得他好，他就是不长记性。这事儿但凡让老爷子知道呀，非得背过气去。那可不。不过这事儿你还不能不跟老爷子说呀。这事儿现在不能急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跟东子的合作协议都已经签了。这时候要是有个闪失，谁都担不起。要不这样，我再仔细问问青云楼的老板，你要不带我去见见？啊，没问题，我给你约他。哎，这是你写的？先甭管谁写的了，先看看行不行吧。行啊，这条理清晰，数据详实。小小，你这次能蒙混过关了呀！梅月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。先别谢我，要谢啊，你还是好好谢谢向东吧。啊，这向东写的呀？你找向东去了？废话，你请假就是为了去找他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不找他我找谁去啊？那真是得找他。离开以后，我就把这事儿通知向东了。这向东人还真不错，上网查了你说的那个学习班的教材和课程，花了1下午的时间就把你整理出来了，然后把文稿发给了我。小小，这向东对你够好的呀。就是够好的啦。你们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嘿，这上面可……爸，那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老爷子来了！来，您坐。做什么做呀？小东子啊，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你逗我玩啊？哎呦，大爷，我逗谁玩也不敢逗您玩啊！我跟斌子说了，他是这么当的事儿。本来说好了这庆云楼，结果人来了个新的股东，您真不打算出了？你都没准谱就带我过去，啊，还敢在我这儿拍胸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您是我亲大爷，我知道我错了。这么着，我呀给您磕一个。哎，嘿，老爷子，你说真打算让我给你磕一个？别生气，消消气啊！我跟您说啊，这做买卖呀，只为了挣钱，哪儿做不是做呀？是不是？要不这么着，您看行不行？我在朝阳那地界要给您找一馆子，嘿，就在石阶上，倍儿有档次。您先练着，回头这庆云楼呢，我再给您垫垫，肯定您放心，我保证给您端下来。你还能端下来啊？必须的呀！您瞧，您都惦记这庆云楼楼上开您这庄稼菜了。那我怎么也得给您出力呀！放心，那馆子的老板是我一朋友，他说了，1年之内保证给他刻下。东子，你呀，别在这儿满嘴跑火车了啊！哎，我说凤儿，我怎么跑火车了？我今天上午去过庆云楼了，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话。哦，你真去了？跟谁打听的？不是。这重大经营决策，那一般的那个什么领班经理，他都不可能知道啊。顺子认识他们老板，我跟他们老板打听的，人家说了你是去过，可是人家明确的告诉你，庆云楼这几年都不往外出。真这么说的？你给我编故事，他们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。这样行不行？现在我让顺子把庆云楼老板叫来，行吗？你们这顺子没事瞎掺和什么呀？这是东子，感情这庆云楼是你给我们编的一故事啊？还把老爷子架楼上去了，
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哎，你骗我也就算了，老家人你也敢骗，还真信，成天打电话给老哥们儿、给徒弟都约起来了。斌，我知道我这事儿呢，这是有点不靠谱，但我也出于好心，为了跟老爷子合作，你说我这也没办法呀。老爷子，这合同咱可都签了，您要是不让我用您那招牌，您可就算违约了。这上面可没具体写在哪儿开啊，您看看，其他写的清清楚楚，您仔细搂搂吧。就这合同，你们就签了？啊？不是，爸，这是斌子说他一定好好看的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忙吗？我就相信他。我真看了，我看了2遍呢。这上面连个准确的经营地点，哎，都没约定。啊，你这2遍是怎么看的？爸，我就光盯着这一条了。你看这分成比例，他们非要60%，我愣给压到50%了。哎，我这二话没说，变成那个55%了，我够意思了。爸，东子这事干的不地道，可他也说了，他只是出发点还是好的。就是啊，老爷子，说真的啊，这个就是为了挣钱。我们老板呢，打算跟您合作，实际上就想弘扬这个庄稼菜的文化，想把这庄稼菜打遍全北京，打遍全中国，打遍全世界。朝阳世界我知道，繁华地段，仿古装修，干庄稼菜说得过去。就是，不是为了挣钱吗？我们老板就看上了要跟您合作这项目了，他说肯定的能赚钱啊，您放心。你真能保证吗？必须的。你们都给我打住！老三，你就是一个糊涂车子，你看回家我怎么收拾你？小东子啊，单说你，哎，你小子就是狗行千里改不了吃屎，你敢跟我这儿斗咳嗽，还想跟我合作啊？做梦去吧你！哎，不是老爷子，这合同您可都签了，50万您可拿走了，您要不签，您可都违约。不是，英子，你家老爷子这脾气怎么还这么暴啊？这还叫暴？搁年轻点还大嘴巴抽你了，我都想抽你。行，抽不抽咱搁一边啊。我们老板说了啊，要跟这庄稼菜合作，这合同可都签了，你们呀还是考虑考虑，劝劝你们家老爷子。如果不合作啊，这叫违约，是要打官司的。好好看看啊，回头等二位的信儿了啊。哎呦，真看了。行。哟呵，东爷，跑这儿干嘛了？嘿，这话您就说的新鲜了。这庄稼菜这院是我们家的，这不是月底了吗？我又来收租子来的。走了啊！哎，没吃呢吧？哥请你喝酒。别呀，改天吧，这不还办事儿呢？哎，不给我面子是吧？这哪敢呢？您可得罪不起。走。大哥，这样，咱爸和东子彻底谈掰了。你把你们俩叫来，咱商量商量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三哥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事儿都没整清楚就跟人签合同，你有那么着急吗？
爸当着我的面点的头，我能不麻利儿的签合同吗？不瞒你们说，那庆云楼改造装修的方案，大头都按爸的要求出图了，我就欠一大签儿。可关键是，这庆云楼就是一幌子呀！你这次当上当，上当的不是我一个人啊！你们没看见爸站在庆云楼上，笑看风云，指点江山那劲儿大了去了，这眼线的。行了，你别再编排老爷子了，就说说后面这事儿该怎么办吧。这回啊，东子把老爷子得罪惨了，老爷子打死也不跟他合作呀。是啊，这是不可能，可是合同都签了，这违约是要赔很多钱的。那违约条款我看了啊，极其的苛刻，不仅有巨额赔款，而且到时候还要登报道歉，这些都是咱们家接受不了的。所以说三儿你就缺心眼儿，你签合同的时候不知道好好看。就别倒钱账了，我不说了吗？签合同的时候我就盯着分成比例了，别的我也没看。静儿，要不你要不啥？要不没门儿啊！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金龟衔着上了地气。是岔开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